婚礼上，老公的舅妈因为我没有单独跟她敬酒，对我破口大骂：“穷山恶水出刁民，你是一点家教也没有。”老公的姐姐更是出于嫉妒，将满满一杯红酒泼在了我脸上，毁了我昂贵的婚纱。摊上这么个拜金女，我这傻弟弟可有的受了啊！他话音未落，我快步走上前去，揪着他的头发，用力往后重重一扯。伴随着他的惨叫声，我咬牙切齿地道：“丑八怪，这婚纱是姑奶奶买的，倾家荡产你也得给我赔钱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婚礼敬酒环节，老公的舅妈发飙了。她冷哼一声，双手叉腰站在我面前，对着我破口大骂：“都说穷山恶水出刁民，你是一点家教也没有。”我一头雾水，还是耐着性子压住怒火，柔声询问：“舅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”哪晓得人家不顾我的示好，反而指着我鼻子继续痛骂。我就说让小怀不要找这种山里出来的女人，一点教养没有。我可是小怀的舅妈，见到我来了，你竟敢不跟我敬酒，真是反了你了。伴娘是我的发小，见状她立马站出来护着我。你还知道你只是个舅妈呀？那么大架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王母娘娘呢。舅妈被呛面子挂不住，恼羞成怒地吼我：“这伴娘是你叫来的，真是跟你一样没教养，赶紧把她给我赶出去！”说完，她抄起桌上一个盘子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四分五裂。忍耐达到了极限，我咬着牙，好好的饭不吃，偏要来发疯是吗？我敬你是长辈，你要么赶紧给我坐下，要么就给我滚出去。呵，好啊，好啊！大家看呐，齐怀这媳妇可不得了，还没过门就敢欺负长辈，看老娘今天不好好替你爸妈教训教训你！哐的一声，他凭一己之力掀翻了整张桌子。几个伴郎伴娘皆是我的发小，见我受欺负，当即冲上去跟他扭打在一起。齐家的亲戚纷纷加入战局，厚重的婚纱束缚了我的行动，我愣在原地，不敢相信自己梦中的婚礼竟变成了这样。突然一杯红酒泼到我脸上，透心凉。我的妆发和婚纱全都毁了。我震惊地看向始作俑者齐怀的姐姐，她脸上不见半分歉疚，连舅妈都敢得罪，你还想嫁进我们齐家？我当年结婚的时候，为了给夫家省钱，婚纱都没穿。现在的女孩真不得了啊，不但要穿，还得穿好的。齐静仔细地看着我的婚纱，眼里是隐藏不住的嫉妒。这么多钻，租一天得多少钱？你真是无法无天了。他嗓门很大，引得厮杀中的宾客们都纷纷侧目。我看到自己几个发小因为寡不敌众，脸上纷纷挂了彩，气得满脸通红。这婚纱没花你们家一分钱。你怎么说话呢？在旁边隐忍许久的孙兰一声怒吼：“什么你的我的？你的钱不就是我儿子的钱？我儿子的钱不就是我们家的钱？你花我家的钱，我女儿还不能说你两句了。”听到孙兰的声音，齐家的亲戚一瞬间冲了过来，把我围住，七嘴八舌地数落我。他们一边吃着我家精心准备的菜品，一边数落我铺张浪费。天老爷呀，孙兰，你这儿媳妇在这么豪华的地方办婚礼，这是要把你们家产败光啊！这哪是儿媳妇啊，这分明就是扫把星。这种媳妇打死算了。我在我的婚礼上被一群陌生人辱骂，我气得头昏脑胀，喘不过气。我本以为这已经是最坏的事情，直到齐静一杯红酒泼到我的脸上。他得意地看着我：“你清醒一点，我们家可不是什么豪门，
你也不是嫁过来当阔太的，臭显摆什么呀？跟着婊子似的，轻浮。黏腻的液体顺着我的脸往下流，婚纱全毁了。而我放眼望去，全是一张张恶心的嘴脸，齐怀不知所踪。这婚，姑奶奶不结了。我走上前去，对着齐静不以为然的眼神，突然揪着她的头发，用力往后重重一扯。伴随着她的惨叫声，我咬牙切齿地道：“丑八怪，这婚纱是姑奶奶买的，倾家荡产你也得给我赔钱！”住手！刚才还消失不见的齐怀终于出现在我视野里。我求助地望向他，他也焦急地向我跑过来。他一声清脆的响声，我被齐怀一巴掌扇得侧过头去。赶紧给我妈和我姐姐道歉！周围一片拍手称快的声音。好，男人就应该这样，哪能让女人蹬鼻子上脸？不怪大姑说你，小怀，你这媳妇早就该打了。我难以置信地回过头，看着齐怀怒气冲冲的陌生嘴脸。我想打回去，但周围全是齐家的亲戚，要是动手了，我一定是吃亏的那个。深呼吸一口气，我拖着长长的裙摆往外走。婚礼就要开始了，你去哪？齐怀的质问从身后传来，曾经总能令我心安的声音，如今听起来是那么恶心。林山，林山，我不理会，径直往外走去。终于在大门处，齐怀跑过来，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臂。大喜的日子，你发什么疯？真是没教养！你家穷成这样，你还装什么装？老子要是不要你了，你可没处哭去！他高高的举起右手，又想再给我一巴掌，却被我刚刚赶来的爸爸一脚踢倒在地上。敢打我女儿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在我记忆里，一向温文尔雅的爸爸，此刻就像一只战斗公鸡。他一脚一脚踩在齐怀身上，不停地口吐莲花，把齐怀祖宗18代通通问候了一遍。妈妈脱下外套披在我身上，担忧地看着我，一言不发。BGM 是齐怀的惨叫。我可怜兮兮地问妈妈：“您怎么不问问我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我妈翻了个白眼，没好气地道：“我还不瞎。我爸到底上了年纪，不一会儿就打不动了。他喘着粗气，招呼了2个保镖，接着动手。保镖动起手来跟我爸可不一样。短短几分钟，齐怀躺在地上，连声音都叫不出来。里面的人左等右等，等不来人，也纷纷追了出来。孙兰看到地上奄奄一息的齐怀，猛地一拍大腿：“哎呀，我的儿啊！老娘跟你们拼了！”刷刷刷，后面又冲出来几10个保镖，护住了我们一家。孙兰被眼前的气势吓得止不住地发抖，她牙齿打颤，指着我们一家的方向：“黑社会！”说完，她又赶紧拿出手机：“我要报警，把你们这些坏人都抓起来！”老太婆，我爸缓了过来：“你有没有欺负我女儿？”轻飘飘一句话，吓得孙兰把手中的翻盖手机掉在了地上，啪的一声碎成了2半。她开始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我们家的宾客拢共没坐满1桌，因为孙兰和齐怀一直拦在门口，收了他们的礼金之后，便以没位置坐，将他们赶走。这脸真是丢大发了。我安抚了替我出头的发小们，表示后面一定会好好补偿他们。他们安慰我说没事，叫我不要难过。妈妈付了1桌的餐费，打算带着我离开。临走之前，我看到地上假装昏迷的齐怀悠悠转醒。不得不说，我爸和保镖下手都非常讲究，既能让他痛得要命，又不会造成过重的伤害。孙兰叫嚣着要报警，让我们赔命。而酒店的工作人员死抓着他不放，让他付了这100多万的餐费。孙兰怎么付得出来？
他对着自家亲戚大喊：“谁吃的谁付钱！”一瞬间，齐怀家的穷酸亲戚们作鸟兽散，数舅妈跑得最远最快。孙兰愣在原地，想朝我冲过来，又被工作人员拉住。他急得大喊：“林珊，你订的酒席，你没付钱吗？我可没钱替你买单。”我一声冷哼，学着他刚才的模样：“谁吃的谁付钱，付不出钱来，可是要坐牢的哦。”我坐上千万豪车疾驰而去，留下齐怀一家在这里为了一顿饭钱苦苦挣扎。再次见到齐怀是在派出所里，他全身纱布缠得严实，脑袋肿得像个猪头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赶紧给你爸妈打电话，让他们把山上的房子卖了赔钱，不然今天你休想走出这派出所。我一头雾水。孙兰立马给他儿子帮腔：“对，你赔我儿子医药费，还有精神损失费，50万，不赔你就去坐牢。”他越说越激动，猛地站起来一拍桌子，又被2个警官呵斥，坐了回去。我承认了错误，把人打成这样是我们家不对，可监控上清晰地显示是齐怀先动的手，所以我仅只需要赔1个医药费就好。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现金，递给孙兰。孙兰看着这薄薄的几张毛爷爷，瘪着嘴：“这点钱，你打发告花子呢？”我乐了：“你那医院的发票上不就500多吗？我给了你600呢。”突然，远处伸过来一只大手，抽走了孙兰手中的钱。“拿来吧你。”我一看是酒店的经理，他把钱揣进兜里，开始声泪俱下地对着警官诉苦：“100多万呢！这老太婆找人来吃了我们酒店100多万的宴席不付钱，害死人了呀！李警官，您可得给我主持公道。”李警官问孙兰为什么吃了人家店里的饭不给钱。孙兰指着我回警官：“那酒席是他订的，让他付钱。”我两手一摊，做无辜状：“酒席是我订给我家亲戚吃的，那晓得他家的亲戚像土匪一样冲了进来，我家的客人就坐了一桌，当我已经买过了。”经理重重的点头，替我作证。孙兰不干了：“什么你的亲戚，我的亲戚，不都是热吗？坐桌上了，哪分得清你的我的？”经理不愧是神助攻，他掏出手机连声道：“能分清，能分清。”说着，经理把手机递到警官面前。这一桌衣着整洁、举止优雅的，就是林小姐家的亲戚，其他饿虎扑食那些人都是齐先生家的。你放屁！孙兰再一次拍桌而起：“警察同志，你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。”可这哪里是胡说呀？谁家的亲戚，当真是一目了然。我也拿出手机，给李警官查看我和齐怀婚前的聊天记录，上面他明确说明了他家没有亲戚要来，我只需要为自家亲戚订婚宴即可。所以这100多万的开销跟我毫无关系。可我们已经领证了，这笔钱也应该共同承担才对。齐怀见状不要脸的道：“反正我家没钱，你自己把单买了吧。我们是夫妻，以后的路还长，你跟我撕破脸，对你可没好处。”孙兰一哼：“赶紧让你爸妈把房子卖了，把人家的钱赔上，听到了吗？你不嫌丢人，我都嫌都丢人。”我取下了手上的婚戒，丢到齐怀面前：“离婚吧。”上面的钻石小的拿放大镜都看不清，齐怀却如珠如宝地捡起来，擦了又擦。“跟我离婚，你舍得吗？别以为你进了500强企业有多了不起，我妈在市中心给我买了房，你得不吃不喝攒多少年的钱才能买得起？装什么呀？”我突然反应过来，齐怀和孙兰以为我家很穷，所以我从未怀疑过齐怀对我的喜欢是冲着钱来的。现在看来，
他们最在意的恰恰是钱。跟我结婚，是因为我一毕业就能进去全球500强企业工作，收入不菲。是因为我不要彩礼。是因为齐怀他妈掏空了祖辈的积蓄，在市区给他买下了一套60平米的小房子，而我心甘情愿签下婚前协议，做了公证。那天他问我家里有房吗？我老实巴交地告诉他，在西区的山上。他对此一无所知，只觉得我家偏远又落魄。我便也不再解释那一片豪华别墅的价值。我不禁心里一阵后怕，还好齐怀一家不了解我所拥有的财产，否则这婚恐怕就离不了了。离婚吧，我又重复了一次。齐怀愣住了，似乎想不明白我怎么会轻易放弃像他这样的人中龙凤。他恼羞成怒地道：“林珊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找来的人把我打成这样，你还要跟我离婚？”我认真的点点头。夜长梦多，算我识人不清，现在我只想赶紧摆脱这一家人。呵，齐怀气笑了。那好办，让你爸妈把房子卖了，钱赔给我，就当我跟你在一起耽搁这么长时间的青春损失费了。真是3句话离不开钱。你要多少？齐怀想了想，还没来得及开口。酒店经理不耐烦了，对着齐怀一阵输出：“这饭钱你们到底付不付？100多万呢，给不出来可是要坐牢的。”齐怀一听坐牢，立马就怂了，他赶忙跟我说：“200万，你得赔我200万，我就同意跟你离婚。”我脑子一转。可以，不过我家卖房需要时间，这钱没办法马上给你。经理等不及了，齐怀害怕坐牢，逼着孙兰拿钱，孙兰则逼着我写借条。我一口咬死了，只要齐怀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，我就卖房。我没想到的是，尽管孙兰看起来肉疼的滴血，但这100多万真的付出来了。我和男友齐怀大学相识，感情稳定，一毕业就开始谈婚论嫁。因为幼时被绑架过，后来我的生活非常低调，齐怀并不知道我是荣城首富的女儿。他也曾内疚地跟我坦白，说他家里穷得叮当响，拿不出彩礼来。我无所谓地摆摆手，毕竟我最不缺的就是钱。于是我们的婚礼开始了。起初，齐怀说他家没什么亲戚，一切从简就好。可当我家包揽了酒席，婚礼当天，齐怀早晨8点半就把我接到了酒店里，而他们家的亲戚络绎不绝地一车一车过来。他们穿着朴素，生生到这恭喜往宴会厅走去，愣是看也不看一眼门口的签到处，礼金自然是没有1分1毫。不一会就坐满了整个宴会厅。齐怀他妈孙兰看着我家零星几个来得早的亲戚，送过来一沓踏厚厚的毛爷爷，直咽口水。他小心翼翼地问：“珊珊，这收的礼金，你家打算怎么办呀？”我天真的回答：“我家花钱办的酒席，我家亲戚送的礼金，这礼金自然是给我家呀。什么你的我的？结婚了就是一家人，还分什么你我？”这么明显冲着钱来的话语，当时我竟然没有放在心上。还好，一切都还不晚。从派出所出来，天已经黑了。我跟齐怀约好第2天民政局门口见。他再三警告我把钱带好后，跟孙兰一起坐公交离开了。我看着新买的保时捷，就差一点，它就是我送给齐怀的新婚礼物了。第2天，我一大早就在民政局门口等着齐怀，200万而已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给我吐出来。可是我左等右等，不见齐怀的声音。无奈之下，我拨通了他的电话：“你人呢？”他无所谓地道：“在家呀。我们不是说好今天离婚吗？”嘿嘿，齐怀的坏笑从电话那头传来，我起了好一身鸡皮疙瘩。
谁说要跟你离婚？像你这么漂亮的媳妇，我怎么舍得不要？快回来吧，我在家等你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话音刚落，对面就挂断了电话，我只好驱车前往他家里一探究竟。在此之前，我只是知道齐怀家的住址，但从未去过。门半掩着，我一推开，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得说不出话。60平米的房子乌烟瘴气，地板上的灰多得110个脚印，遍地脏衣服、臭袜子和烟头，桌上全是吃剩的泡面桶。而齐怀跟他妈、齐静和她老公儿子全都挤在这里。见我来，躺在沙发上的孙兰抬了一下眼皮，还愣着干嘛？没看房间这么乱吗？还不赶紧去收拾了？这房子恶臭的我半步都踏不进去，僵在门口，我忍住了想要干呕的冲动。我是来离婚的，我是来离婚的。我在心里一遍一遍提醒自己。因为我没动，孙兰的音量又抬高了3分。跟你说话呢，你听不见？赶紧把房间收拾了，给俺们做饭去。昨天被你气惨了，一整天没好好吃饭，吃完饭再好好跟你算账。不理会孙兰的嚣张，我站在门口捏着鼻子喊：齐怀，跟我去离婚。齐怀睡眼惺忪地从房间里面钻了出来，吵什么吵？我从来见过他这般胡子拉碴的邋遢样，一时间恶心更甚。他终于褪下了伪装，对着我打了个大大的呵欠。我妈说的话你没听到？我极力压制住心中的怒火，为什么上午不来民政局？呵，齐怀笑了，我怎么可能会跟你离婚？我的傻老婆，那可是200万呢，你一口就答应了。所以老公相信400万你也拿得出来，对吗？可不是吗？休想藏着掖着的。齐静收拾了一大堆脏衣服朝我扔来，幸好我退得及时，才没有被他砸中。他指着我面前的脏衣服，趾高气昂地对我说：把这些衣服拿去洗了，以后你的任务就是伺候我们一家老小，什么做饭洗衣服，麻溜的。不然我弟弟娶你回来做什么？我来不及反应，张兰也站起身来。他们一家3口在门里，我在门外，一时间气氛有些微妙。等我察觉不对的时候，为时已晚。齐怀一把将我拉进屋里，来了就别走了。齐敏赶忙去关好门，又上了锁。孙兰一声冷哼，结了婚花了我100多万，还把我儿子打成这样，看我今天不好好教教你规律。我拿出手机准备打电话，被齐敏夺走。他得意地拿着我的手机晃了晃，又想打电话求救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你看这房子，我3天没做清洁了，都给你留着。别把自己当成什么白天鹅，以后这一辈子，你都会困在这里，天天伺候我们一家，懂吗？救命啊！在这一家子的威胁下，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害怕，赶忙趴到窗户上，朝着楼底下我带来的几个保镖，扯着喉咙喊救命。保镖听到动静，确定是我，立马冲上楼来。我回过头，却迎来了几人的耻笑。才发现这房子是个很新的楼盘，估计也就刚交房，空气中满是新家具和油漆的味道。刚没闻见，不过是被臭味掩藏住了。我万般庆幸自己带了保镖过来，着实没有想到这一家人竟然这样无耻。孙兰笑得太肆意，口臭熏得我忍不住捂鼻子皱眉。她一瞬间闭了嘴，又羞又气：你这个小贱人，还敢嫌弃我？我得好好教教你规律。我做好了跟孙兰决一死战的准备，齐怀却拉住了他。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齐怀说：妈，还是让我先教教他做老婆的规矩吧。话音刚落，
齐怀拉着我的手臂往卧室里拖，保镖还没赶到。男女力量悬殊，我拼了命地挣扎，仍然于事无补。老子想这天想好久了，你非说要等结婚后，现在不是结婚了吗？你还在扭捏什么？齐怀声音暗哑，带着重重的情欲。我慌乱地寻找着自救的办法。沙发上还有一个小孩，是齐静的孩子。他木讷地看着电视里播放的奥特曼，咔滋咔滋地吃着薯片。显然他帮不了我半分。我又将目光移到他旁边，一个有些虚胖的男人。自从我进门开始，他就一直躺在角落那个小沙发上，没有动过。我不得不将希望寄托于他，至少他没有跟着齐怀一家欺负过我。我知道他是齐静的老公。救救我，求你！他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应，而我又惹得齐怀三人一阵哄笑。齐静指着他对我说：“你竟然指望那个废物能救你，真是笑死我了！他连自己都救不了。”齐怀拖着我走的脚步没有停止过，我越来越急。我想起来他曾告诉过我，姐夫的名字是江波。于是我扯着喉咙一直大喊他的名字，可他依旧没有反应。直到孙兰对齐怀说：“儿子加油，这女的家里一定有钱，至少得有好几百万吧。等她怀上孩子，还不是任我们搓圆捏扁，以后她的家产都是我们的。”孙兰想着想着，激动得直搓手，仿佛巨额财富就在眼前。我本以为这下完脱了，可一直躺着不动的张波听到这话，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。他冲进厨房，提着一把刀又跑了出来。他挥舞着菜刀往我和齐怀中间冲了过来，吓得齐怀松开了拉着我的手。趁着齐怀一家傻眼的间隙，我和张波跑了出去。齐怀朝我们追出来，被赶到的保镖踹进了屋里。我在楼下跟赵波道谢，问他为什么愿意救我。楼上不断传来哐哐当当的声音，夹杂着齐怀的惨叫。张波叹了口气，满脸痛苦地捂着脸蹲了下去。他告诉我，他本来是德新集团的员工，拥有一片光明的未来。在一次过马路的时候，遇到了齐静，差点摔倒，伸手扶了他一把。这下齐静便彻底赖上了他，天天在公司楼下蹲他。张波从一开始便表明了立场，对齐静自我感动式的付出不理不睬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独自一人加班到深夜，在公司楼下又遇到了蹲守的齐静，并在齐静的软磨硬泡之下喝下了一口他煮的西红柿鸡蛋汤，然后昏了过去。再次醒来，他全身赤裸躺在快捷酒店里，旁边是同样为着寸缕的齐静。他为了负责答应娶了齐静，可齐家张口就要100万的天价彩礼。张波的父母为了彩礼到处找人借钱，甚至开始发起了传单挣外快，却被迎面而来的大货车双双撞死。张波铁了心要跟齐静分手，却被齐静告知她已经怀孕3月，3月前正是她精心设计的那一晚。后来二老的赔偿款被孙兰用来给齐怀买了房，齐静的孩子也出生了。只要张波稍微表现出想要离开，他就会疯狂地摔打孩子，逼迫张波就范。于是张波就在这套房里守着孩子，浑浑噩噩地度过了3年。所以当他听到齐家又想用另一个孩子来困住另一个人时，他站出来帮了我。我很感激，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张波，我该有多么痛苦。我看着张波脸上深深的伤痛，决定在报复齐家的同时，也帮他一把。独自回家的路上，我收到了齐怀发来的信息：“你以为你跑得掉吗？识相的赶紧回来把饭做了，否则我有10000种办法让你生不如死。要真想离婚，就赶紧让你爸妈把房卖了，把钱赔给我，不然你会很痛苦的。”
我拉黑了齐怀，看样子离婚的事还需要从长计议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齐怀一家根本没有给我从长计议的时间。他们的无耻程度再一次刷新了我的认知。齐怀带着他妈在我家公司楼下拉起了长长的横幅，他们声泪俱下地指责我拜金，说我不检点，说我结婚和酒店串通骗了他家100多万，说我德不配位，不配在这么好的公司上班。而齐静在一旁敲锣打鼓，吸引更多的人来。尽管身正不要怕影子斜，可他们这样闹着实在是太难看了。董事长让人把他们请到了办公室调解，我则安静地坐在一旁的沙发上。孙兰一进门就指着我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小贱人，还钱！不然我非得让你老板把你开了不可。”就是，赶紧还钱！齐静的脸上凶狠不减半分。但是齐怀，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温文尔雅地跟在最后，手里还拿着一份文件。他自信满满地将文件摆放在董事长的桌子上，指着我，信心满满地跟董事长说：“您好，这个女人，她人品不好，上学的时候也经常挂科，她不配在您这么好的公司工作，您把她开除了吧。”齐怀一席话说的好像自己才是董事长一般强势，而真正的董事长脸越来越黑，齐怀却以为是自己的话奏效了。他脸上带着一些雀跃，接着道：“您看看我的资料，我跟林珊是同一所大学，不过我比他优秀多了，我还是学生会主席，他顶多就算我们学校里一朵狗尾巴花，哈哈哈。”我的笑声在齐怀卖力推销自己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。当初我说自己考进德新集团的时候，他还满脸不屑，感情自己是那么想进来。齐怀怒气冲冲地指着我，又看向董事长：“这样没教养的女神经，您还不赶紧开了她？”董事长哼了一声，厉声道：“开除她！我这公司以后都得交给她。”什么？听到这话，孙兰炸了，一拍桌子站起身来，两眼死死瞪着我。我说：“你怎么非要跟我儿子离婚？感情是攀上了大老板，上赶着给人家当小三？说吧，你们打算给多少封口费？”哼，钱要是给不够，我这嘴巴可闭不牢靠，到时候传出什么风言风语，可别怪我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孙兰眼里丝毫没有儿子被绿的气氛，反倒满脸都是即将报复的兴奋。齐静和齐怀也一样。齐怀咳嗽了一声：“董事长，我可以把老婆让给你，你就还我一个光明的未来吧。”他站得笔直，紧闭双眼，装的一副深情痛苦的样子，等待着董事长的许诺。可他等来的只有我的嘲讽。齐怀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董事长，像不像婚礼那天我那一脚把你踹飞的爸爸？那天我爸是从背后踹飞的齐怀，摔倒之后他一直处于抱头挨打的情况，根本看不清我爸的样子。而现在愣了好久，终于认清了现实。我本以为他会带着他妈和姐姐灰溜溜地从我家公司离开，那晓得他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我爸面前：“爸爸，您可一定得原谅我，我那都是被猪油蒙了心，那不是我本意的。我爱珊珊，我真的特别爱珊珊。”我爸气得不行，又想动手揍他，被我拦了下。齐怀巴不得我爸对他动手，最好下手重些，把他打成重伤，再多赔些钱。我不想再看见这一家人丑恶的嘴脸，找来保安将他们轰了出去。他们当然不可能善罢甘休，从一开始在公司楼下大闹，变成了跪地忏悔。我在落窗前看着楼下跪得歪七扭八的3天，从白天跪到黑夜。总归公司楼下也不是我家地盘，爱跪跪着吧，我也管不到。齐怀一家每天都来，
跪了3天后，发现这样不行，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作死。他们找来好些记者，拿着喇叭又开始在公司楼底下破口大骂，说我骗婚，隐瞒家里财产，逼他们家签下婚前协议，自愿放弃了所有财产。且不说我的婚前财产本就与他家无关，就连财产公证，也是他家为了守护住自己那60平米的小房子，非要我签的。出了公司大门，我就看到他们一家当着记者的面，毫无下限地泼我脏水。齐怀痛苦地道：我本来当初是没有看上他的，可他一直对我死缠烂打，如果我不理他，他就用自残来威胁我。齐静满脸痛恨，她就是千金小姐，什么都不会，一天到晚就指望我伺候她，还嫌这嫌那，挑三拣四。最主要的是做人不检点。孙兰老泪纵横，为了娶她，我把棺材本就搭进去了。他家这么有钱，还惦记着我那仨瓜俩枣，现在又要跟我儿子离婚，他这就是骗婚，耍我儿子玩，还让不让人活了呀？我气得手抖。终于记者发现了我，质问的声音响起，无数话筒被递到我面前。我不紧不慢地拿出我制作的证据，齐怀跟我恋爱期间的花费皆由我买单，婚礼筹备的开销也全是我家出的，除了那顿被他家亲戚吃掉的宴席。有质疑的声音响起：你家那么有钱，请人家吃顿饭怎么了？没看人家棺材本都拿出来才接了饭钱吗？呵，我冷笑一声，反问他什么意思？受害者有罪论。我又拿出婚礼上的录像，是齐怀先当众打我，我们的婚礼都进行不下去了，我为什么还要为他们买单？看到视频，众人纷纷为齐怀一家的无耻而皱眉。齐怀见舆论变化，有些慌了。我不管，离婚可以，你家产得分我一半，否则我就算死也不会跟你离婚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收到了民政局打来的电话，他们说我和齐怀的信息录入有误，结婚证作废了，让我们去民政局重新办理结婚。简直如有神助，我豁然开朗。显然齐怀也接到了电话，他的眉头紧皱，能夹死一只蚊子。他开始对着电话破口大骂，一直喊着投诉投诉。被挂断后，他又开始对身旁指责他的围观群众无差别攻击。我想是时候了，我当众报了警。齐怀回过头质问我：你报警做什么？老子又没犯法，我就是你的老公。可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是难以掩藏的心虚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？我不置可否。齐怀拉着他妈和姐姐想溜，被我叫来的保安拦下。不一会，警察到了，在齐家人奋力的挣扎下，逮捕了他们。张波父母当年的车祸不是意外，是齐怀一家因为他们拿不出彩礼蓄意安排的，目的就是想要一笔巨额赔款。当局者迷。我一听到这件事便派人去调查，果不其然，跟我预料中的一样。我提交的证据充足，齐怀一家皆被判刑，我和张波都自由了。张波重新进入我家公司上班，他的孩子也进入医院治疗心理问题，一切又回到了正轨。齐怀在监狱中无数次写信想要见我，被我一一拒绝。一辈子上当一次足够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